人皇，久仰了。大阵了，时空错乱，毫无规矩可循。不如对坐共饮一杯如何呀？距离产生好感，还是如此相谈吧。也罢，是老朽失礼了。我名黄宇，来自仙殿，不知小友可愿加入我仙殿呀？可惜我这人散漫惯了，若加入仙殿，多半会屡犯门规，还是算了吧。人老了，胆子和火气都会变小，我终究是不愿动干戈呀。这样吧，你只要答应我3个条件。第一，我本是一头神禽，想借你鲲鹏马一关，增进我的道行。第二，我想一观你的至尊骨，放心，我不会让它折断。第三，我要封印你100年，让你的修为在100年之内都无法点燃神火。让我生死都由你掌控，你不过是在逼我一战。并非如此，我甚至愿意帮你些小忙。帮你除掉这些想得渔翁之利的家伙，不要步了他们的后尘呐！哪怕不是为了自己，也要为你十国的百姓着想。你敢用百姓威胁我？哎，谈不上威胁。老夫的本体是只凶禽，吃些血食本就无可厚非，何况一会儿万一大战，消耗会很大的。不要！虽然如此凶恶，今日定要斩灭他。只是需引他远离人烟。城外一战。哼，出城就免了。都离开皇宫！给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进入。在这里开战，怕是要波及无辜百姓，还是得想办法将他引出城去。既然开战，那我就正好完成上界一位大人的心愿，取你性命吧。哼，我可不记得自己得罪过仙殿中人。你可认识补天教的月禅仙子？我认识月禅，跟你们仙殿又有什么关系？那月禅仙子声具异象，是有大气运之人，将来很可能会成为我家大人的道侣，甚至传了他神胎再变的秘法。故此你之所为，自然让那位大人很不高兴，命我顺手解决掉你。真当你仙殿是世间的主宰吗？仙殿称得上主宰之地，那是你的主宰，并非我的。
凭你这区区尊者境的实力与我对战？看来只有寻机，以不灭金身战衣突袭。现在不穿上不灭金身战衣，是打算寻机偷袭时再用吗？你确定我会给你那样的机会？说过的，人老了，胆子会变小。若不是对你全部的战法手段了然于胸，我又怎会于此现身呢？他心机竟如此深沉。不过，无论用了什么手段陷阱，仅谈战绩，你毕竟是赢了。凭着当时区区列阵境的修为，竟能斩灭3神，可称得上千古奇才。可惜呀，年轻人若是太冲动了，注定活不长久。苍穹只能是自取灭亡，没有放手一战。好一头凶兽，好一杆凶戟！徒手接真身法器，还能隔着身体伤了我的肉身，这还是在不灭金身战衣挡住了90%力量的情况下。不对，刚刚你借助了法器的力量。战斗乃生死对决，又不是功法炫耀。就算能以肉身对抗真神法器，我也不会那么做。故此，今日是你死期。剑斩星辰！实力差距太大，仅凭宝术之威，难以弥补。你是不是得到过一卷兽皮，从而修成了半部草字剑诀？原来这宝术名为草字剑诀，看来他很看重，也许可以利用一下。怎么，你怕了？你是否开启了那6道秘篇？来试试你就知道了。不过是偶然得到了半篇草字剑诀，不可能开启那兽皮内的世界。不然，不会连区区尊者境都需要借助小涅槃丹来突破。他怎么知道我突破尊者境之事？怎么，以为只有你会动心机？告诉你，不但杨离他们，此后你的每一战，我都是到场见证。除了鲲鹏宝术加不灭金身战衣外，又发现你还有至尊骨轮回秘法，可于关键时刻扭转战局。他竟真的早已了解我全部战力。这些连同那草字剑诀都很不错，毙掉你后，这一切都会归我所有。年轻人，草率的决定注定要付出代价。你出皇都，
你还要逃到哪里去呀？我可不会跟你到西岭。告诉你，这神域被烧得越短，他们承受的压力就越大。神域燃尽之时，就是这一城军民死亡之日。去斩碎你根羽毛！你错就错在这仙殿的确可主宰你的生死祸福，所以今日让整个皇都为你陪葬。不能再耽误下去，必须立刻破了他的镇压之术。答应我的条件，是你今日最后的升级。事后我可助你一统八域，成为整个下界的人皇。我若真想一统八域，用不着你来相助。那你我联手如何？例如至尊殿堂，只要寻到机缘造化共享。那至尊殿堂，据说藏有原始真解中篇超脱，可却需要一点至尊血才能进入。你只是有求于我，还说什么合作？年轻人，不要再意气用事了。须知有些路选了，就无法回头了。杀了你，一样可得至尊血。你太高估自己了。对，再近一些。说过我亲见了你与杨奎之战，却还要故技重施这轮回宝术。高阶神灵的结晶，还与神骨凝结在一起，炼制成了大杀器。一次性杀到武器，杀死我，再用，重伤都不可能。该付出代价的是你。用一具傀儡之身骗出你至尊骨的秘法。如今短时间内，你无法施展此技了。快将至尊骨交出来吧！可以结束了。不能连续动用至尊骨的力量的，是不是很奇怪？真身兽皮，小贝，不要以为仗着些许秘宝就可为所欲为。危险！他一个小小的尊者，竟让我接连受伤。又是一件真神法器，你到底有几件？比你想象的多上许多。这些东西威力惊人，可也需海量精气催动。你用的越多，消耗越大。我看你能支撑到几时？
那神域已即将燃尽，我会让你先看着满城军民死绝，再送你与他们团聚。年轻人还是太冲动了，不闻名而不发，又岂能长时间维持？真的要来不及了。至尊孔成为尊者后，竟恢复得这么快。又可以使用了。剑后，这至尊骨的演化也变得更强了。我只是确保你不能再用那傀儡替身之法，好一击格杀。如此攻击，他竟头骨归损。今日皇都只有一人该死，那就是你！你败了！未必如此。八域生灵无尽，我看你能救得了多少？多谢小友助我炼化神丹。我黄金鹤一族寿元长久，便是中了你那让人老迈的轮回秘法，也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你我战力的差距。更何况，下界之时，仙殿曾赐我一枚护体神丹。借我之手，化开神丹的药力。现在才发现，已经太迟了。这力量，掌中世界。小友，
你我本不至于此，这般刀剑相向，实在毫无意义。我与他境界差距太大，我还没练好突破，应聘必然不可。你这般天资，何必自寻死路？只需让我驱使100年，便可活命。像你一样，做任人驱使的奴才吗？丧权狂废，该偿。这就是你毒神的代价。有嗅探生机、灭绝生灵的特性，用来屠城掠地，效果甚佳。今日就用此招了结这国度吧。这城中百姓突遭无妄之灾，可都是因为你呀！可惜呀，可惜！待我寻到你的尸身，夺取鲲鹏法，也算不虚此行了。兵芒，途经这城中贱民，让他们知道。以精血为引，
此是黄道龙气。你该伏诛了。龙气汇聚，气运加深。这小子身上的秘密不少啊。毁灭城池，屠戮国民，黄宇，你万死难赎。燃烧精血，小子疯了！赤火焚天。不过是些贱民，值得你燃烧精血，与我以命相搏吗？你的命不比他们高贵。纳气陆体，化云为墙。你这么打，只会把自己耗死。就算死，也要拖着你一起！哼，妄想！你的身上不止一国龙气。对战与我不利，迅速的离开此地。刚刚随借2股龙气救了火国百姓，可精血燃烧太深，快呀，撑不住了。到此处，龙气消散，已无法压制我了。已到10国，就是死在此处，你也算魂归故土了。不过我不会马上杀你，我会让你看着我屠尽10国万民。这秘法就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幽魄巨营，还记得他们吗？没想到还能再见。
子你还有何诡计可用？如今你虚弱不堪，就如何阻拦我等？本期忌日应该只是傀儡投影，可即便如此，这些傀儡只有元神30%实力，可也非你现在所能对付。我会翻遍整个十国，屠尽你的国民和那个继任者石清风。我还要找到你那些补天阁的同门，以及你真正的出身之地。而我会让你亲眼看着他们全部灭亡！敢拿我的亲友家人威胁我，先踏过我的尸体再说。这所谓仙殿，原来并非仅仅是一个组织的名字，在上界竟有实体。我说过，有我在，不会再让你们伤害异人，玩命和燃尽自己的生命。下界的一切都将由仙殿主宰。有仙殿在，你
即便想消散石海都不可能。仙殿虚影镇压，即便战力完好之时，你也绝对抵挡不住。下界罪民要为此付出代价。说得对，若没有这些，原本是九死一生之局。如今为了对付这仙殿投影，我连这一丝生还的希望都没有了，那就十死无生吧。对不起，为阻止他胡乱人间，我不得不如此。你乃我之间，亦是我之缘，得而不失，长而不悔。仙殿是你的主宰，你竟然，而没有人是我们的主宰，活计！我不该一统八域，取得无上造化，怎么会死在此处？炼制而成的青铜神话，其实神魂老奴终究会
小不点儿，你回来了。大家，对不起了。兜兜转转，又回到了原点。最后时刻，我还是只能像小时候一样，孤零零的一个人。或超然物外，或杀身成仁，皆为大道。